井绝对是日本最恐怖的阿飘，因为听过他名字的人都会遭到诅咒。但与台湾的咒相比，白井却有着相应的克制方法。电影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女人惊恐地看向窗外，露出了一副见鬼的表情，她吓得连连后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朝她逼近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女人眼球炸裂，当场身亡。然而恐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。这天晚上，阿伟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，说房间里有道黑影，还没搞清什么情况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惨叫。等阿伟赶回家时，弟弟早已双眼爆裂而亡。法医给出的死因是心力衰竭，引起眼球内部压力升高。阿伟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因为他在电话里清楚地听见弟弟喊了句别过来。为了调查弟弟的真正死因，阿伟找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梅川裙子，她的闺蜜3天前也是眼球爆裂而亡，而且两人还是同事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。为了知道更多细节，两人找到了照片上的另一名同事镜子。镜子得知两人的来意后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あいつが来たんだと思う。原来那天晚上，几人正在旅馆讲鬼故事。路过的送酒小哥表示，他们讲的故事也太小儿科了，自己这里有个更恐怖的。此话一出，就连上茶的服务员都来了兴趣。传说有个女阿飘叫白井，凡是听过这个名字的人都将遭到诅咒。被诅咒的人先是会听到一阵铃声，如果这时回头，就能看见一个眼睛拳头大的女人，她会一直缠着目标，直至将对方杀死为止。为了防止诅咒传播，镜子刻意隐去了故事中阿飘的名字，随后便起身离开了。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很不好，只见他将绳子挂上房梁，随后阿伟就听到一声巨响，走进房间才发现镜子想要上吊自杀。他被救下后，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。两人将镜子送到医院，立刻询问白井是谁。只见他听后一脸歉意地说道：ごめんなさい。お二人は呪われました。与此同时，那晚听过白井故事的服务员在回家途中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银铃声，他回过头查看，直接被吓得愣在了原地。只见黑暗深处蹲着一个诡异的女人，双手合十，穿着一串红绳，缓缓从地面起身。服务员心中突然想到一个名字，白井，他吓得拔腿就跑，可不论跑到哪儿，对方总是能跟上来，并且距离还越来越近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小哥生死不知。自从听了白井这个名字，裙子最近就不断遇到怪事，总觉得旁边有人。很快他就收到一个噩耗，在医院养伤的镜子竟然在昨晚死了，并且还是眼球爆裂而亡。女人惊恐地发现走廊尽头有道黑影正死死地盯着自己，她连忙询问一旁的护士，可对方却表示什么都没有。听到铃声，镜子才猛然意识到是女鬼白井来找自己索命了。她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突然听见护士在叫自己，于是探出脑袋查看。戻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。不管镜子跑得有多快，白井总能跟上，并且距离还越来越近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镜子眼球爆裂，当场身亡。得知了镜子的死讯，阿伟跟裙子慌得不行，因为他们也听过白井的故事。然而还没等寻到破解之法，这天晚上裙子就听到了一阵银铃声，只见白井就蹲在不远处，缓缓站了起来。裙子吓得急忙向阿伟求助，阿伟让他千万不要移开视线，只要一直盯着白井看，他就不会靠近。原来之前那个服务员并没有死，这个方法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。裙子虽然听到了破解之法，却因为无法战胜心中的恐惧，还是忍不住跑了出去。但最终不仅没有甩开白井，反而还让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。裙子只好乖乖照做，一直盯着白井不放。这招果然有效，白井仿佛就被定在了原地。可没想到白井这个老六竟然又召唤出闺蜜的亡魂，引诱裙子转移视线。裙子害怕的捂住耳朵，白井则借着这个机会一步步朝她逼近。好在阿伟及时赶到，他抱住裙子让她不要害怕，并且替他盯着白井。看来只要是听过故事的人都能看到白井。两人就这样轮流盯着白井，跟他打起了车轮战，甚至还调整位置，准备换个更宽敞的地方。白井不要面子的吗？就这样，两人一直熬到天亮，白井才下夜班回家休息。只是两人都没注意到地上有块白色的布条。为了彻底解除诅咒，两人查阅了大量有关白井的资料。原来100年前有个蒙眼村，里面住的都是些能人异士，白井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的能力就是让人眼球爆裂
裂而亡。后来蒙眼村的人因为一场怪病全都领了盒饭，但白景的诅咒却流传了下来。书里还提到白景杀人是有规律的，但具体是什么并没有说明。与此同时，在家上网的服务员再次听到了银铃声，透过窗户发现白景竟然又找上了自己。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战胜恐惧，而是选择了逃避，最终也没能摆脱死亡的命运。阿伟跟群子得知此事后，决定立刻前往蒙眼村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，顺便还带上了也在调查此事的记者。可半路上车子却突然抛锚，手机也收不到信号。这时群子通过几人的死亡时间推理出了白景杀人的规律，白景每隔3天就会出现一次，且每次只会杀死1人。3天前服务员刚领了盒饭，这也意味着今天就是白景上班的时间。记者闻言心急如焚，因为他给妻子也讲过白景的故事，白景有1/4的几率会去找上他的妻子。这时群子这个大聪明突然想到了一个规避死亡的办法，既然白景每3天才能随机抽取1个人杀掉，那只要知道白景故事的人越多，被抽取到的概率自然就会越小。记者觉得这个方法牛逼 class， 立刻编辑好白景的故事，准备找信号发到网上。两人急忙上前劝阻，觉得这样会害死许多无辜的人，但记者比较自私，他只在意妻子的安危。几人争夺间，群子不慎跌落山崖，撞到石头，陷入了昏迷。阿伟只好先查看群子的伤势，记者则趁机找到有信号的地方，准备将白景的故事发出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了银铃声，果然连白景都看不下去了。故事一旦在网上传播，那他不得忙死，杀不完，根本杀不完。也许是白景不想加班，于是决定先把这个罪魁祸首解决掉。记者害怕的不行，他不断暗示自己，只要一直盯着对方看，对方就无法伤害自己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身后出现了死去女儿的声音，不断诱惑着他转移视线。记者明知道这是幻觉，却还是没忍住对女儿的思念。3天后，阿伟来到记者家探望，却从邻居口中得知记者已经身亡的消息，就连他的妻子也人间蒸发了。这时医院打来电话，通知他群子已经醒了，但却因为头部受到重创，失去了部分记忆，就连阿伟是谁都想不起来。阿伟听后有些失落，毕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怎么说忘就忘了？但最终他又释怀的笑了，觉得忘了也许是件好事，因为这样白景就不会去找群子。从医院离开后，阿伟的心情十分沉重，因为现在知道白景名字的就只剩他一个了。今天恰好是第3天，正当他想着晚上怎么应对的时候，白景竟然提前上班了。恰好一辆火车呼啸而过，挡住了阿伟的视线，下一秒白景就瞬移到了他的身后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还记得地上那块白色布条吗？我觉得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把白景的眼睛给蒙上，也许这样就能破除诅咒。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